这次我们来到了美国东岸跟加拿大的东岸，厉害喽！这两个国家都是北美，有什么不同？加拿大一个世界领土第2的已开发国家，美国一个地表最强的已开发国家，两国之间拥有着世界第2长的边境线，生活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很容易被问起了这个问题。这两个国家，你觉得对各卡赫？当然呢，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更多的时候是要看情况。加拿大和美国的对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生活的 tempo 很慢，除了多伦多稍微快一点之外来往这个美加两国的人都会发现，在加拿大办事情呢慢得出奇哦。无论是从餐馆的点餐还是到银行的取款加拿大人永远是非常有耐心的，非常有时间的。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那好像是不存在，就连这个加拿大广播电台那播音员一律恭维也比美国的要慢上个半拍你也发现两者的语速相差还蛮大的也许是因为加拿大因为冷冬天里天黑的尤其很早，所以大家的生活的节奏就很缓慢那基本上在加拿大，你看不到有人加班，每个人到了5点，他一定是准时的出门下班如果你不提早下班哇，已经是优秀的员工了哦。如果说美国是个大农村，那加拿大几乎是一个什么更大的农村那你这两个国呢，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呢？第一个，加拿大呢痛恨不平等，像有钱谁就拿谁的所以定国名为 Canada 大家拿那第二个呢是生活上美国只相信自己，而加拿大呢只相信政府。外交上呢，美国呢只相信利益，对吧？那加拿大只相信美国在外交谁骂美国，美国怕向那美国呢打谁加拿大就打谁所以呢出国以后，第3点是出国以后了加拿大痛恨别人把自己当成是美国人，那美国人则是鼓励别人呢把自己当成了加拿大人所以呢有人公生起来你遇到这个劫机犯加拿大人呢一般呢生存的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点那第4点呢是美国人呢有代志没代志拢一日在看电视，大口会讲怎样？那加拿大人呢不怎么看电视反正就那几个 channel 那卫星电视呢是最近这几档刚开始有人在争的那再来呢第5点呢是美国人一听到呢国歌呢，就赶紧的手捂住心口狂热的高唱还流眼泪那加拿大人呢一听到国歌好笑咯，他先想到的是我是要用法语唱呢还是用英语唱因为跟他的殖民有关嘛。然后呢一边唱一边对歌词来产生意义那再来第6个是美国人面对世界富豪名单美国人都很自豪的说什么这个和那个人是我们美国人那加拿大面对世界富豪名单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咯。加拿大人呢会深情的说这个跟那个呢都曾经是我们加拿大人。那第7点是在加拿大购买加拿大的石油很贵，那在美国购买加拿大产的石油呢做秀因此美国的加油站都很愉快的接受呢加币加拿大的钱他们看到他们特地在那个门口有个插着的国旗加拿大的枫叶旗那还有美国是个大熔炉世界各国来的移民呢立即就被融化，和其他先来的移民呢就混合在一起。那和美国的文化混合呢，就成了是美国为了
中国人、印度人啊和等等的人啊。那加拿大是个大容器，世界各国来的移民进来，你的锤说在给打了来，印度人找印度去，中国人找 Chinatown 啊，谁也别和谁啊，那混在美国啊，在美国的中餐全变成了美国味，在加拿大的中餐味道就非常纯正。所以世界上最正宗的港式大餐在哪？你想不到，在温哥华。温哥华的港式饮茶超好吃。不过你说到这里呢，那究竟美国和加拿大哪一个更好一点？这完全是见仁见智。看我们的节目吧。你知道吗？来美加东这条路线有一个重头戏啊，就是世界3大瀑布之一的尼加拉瀑布。以前呢，我常常叫伊尼加拉瓜瀑布啊，没代志要多加一个瓜啊。直到我亲自来过以后啊，我就可以把它叫得很清楚了。尼加拉瀑布，我们来了。报销。我们要去坐船的喽。你这样让每个人长得都一样。好了。Assist you with your life-saving equipment. For your safety, life jackets are stored in the labeled storage containers located throughout the boat. Instructions on how to wear life jackets down, and you will be directed by our crew members on how to proceed. For your safety, please do not stand on the benches. Do not climb. Facts include the white foam floating on the water is dissolved limestone and is created naturally due to the massive erosion forces of falling water. The height of the Canadian Falls is 170 feet or 52 meters. The estimated coastline, 2,200 feet.概念啊，超级的震撼！尼加拉大瀑布源自印第安语，意思为雷神之水啊，是由3座位于北美洲5大湖区尼加拉河上瀑布的总称，平均的流量为2407立方公尺1秒啊，比这个伊瓜苏瀑布、Victoria 的瀑布，并成为世界3大的跨国瀑布。尼加拉大瀑布以美丽的景色、巨大的水力发电能力和极具挑战的环境保护工程而闻名于世，是非常受游客欢迎的旅游景点啊！真的来过以后不虚此行啊！尼加拉河连接了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并分为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在流经宽约350公尺的这个美国公羊岛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跌入断崖，并且一分为2，形成了马蹄瀑布与美国瀑布2个瀑布。
那搭船看瀑布是最佳的选择，而且你要看你是从美国这边搭，还是从加拿大这边呢？我们呢，是从加拿大这边坐船，因为这边的景色雄水啊。那怎么样去分？你是对对这个国家用雨衣的颜色啊？附红色的这个塑胶雨衣啊，在岸上啊看到载满红色小人的船啊，就知道是加拿大端出发。那船呢会先靠近这个最壮观的马蹄瀑布，离开后呢，再前往美国端的瀑布啊。当你发现身上的水珠越来越多，那就是靠近瀑布啊。接下来，就请自己亲身体验吧。尼加拉瀑布是在约1万年前冰河时期形成，而同时期的北美洲的五大湖也在此时成型了。当时因为地形侵蚀的关系啊，河床上就形成了一个大洞啊，便形成了瀑布。那也有科学家认为，瀑布的前身是山谷，只是刚好有河流经过而形成的瀑布。流经尼加拉大瀑布的河水来自5大湖中的4个：伊利湖、休伦湖、密歇根湖和苏比利尔湖。从大瀑布流下的河水，沿着这个尼加拉河流入了安大略湖，然后呢到达了圣罗伦斯河，并在最终流入了大西洋。那尼加拉大瀑布熊扎喜呢，每个小时的流量为210亿公升。不过现在啊，有一半的水量啊，被这个美国和加拿大分流啊，用来做什么？发电。尼加拉大瀑布下面的平均水深为52公尺啊，这与尼加拉峡谷的高度啊差不多。尼加拉大瀑布横跨着美加边境呢，是3条瀑布的统称：马蹄瀑布、新娘面纱瀑布和美国瀑布。许多的鱼类呢，沿着大瀑布啊流下，其中呢有90%幸存下来啊。那专家们认为啦，激流产生的白色泡沫具有这个缓冲的作用。在19世纪时，尼加拉瀑布曾经几乎完全的封冻只有小股的水流下悬崖，每秒有220万公升的水量流下尼加拉大瀑布。在美国，大约20%的饮用水经过尼加拉大瀑布。尼加拉大瀑布的形成是冰川融化的结果。电影《超人》和尼加拉，这个由玛丽莲梦露主演中的部分场景都是在尼加拉大瀑布拍摄。
整个瀑布横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美国的纽约州构成的南部的尼加拉峡谷3座瀑布，按照规模从大到小，分别为马蹄瀑布、美国瀑布还有布里达尔维瀑布其中马蹄瀑布呢位于美国加拿大的边境，美国瀑布呢全部位于美国境内，并由山羊岛分隔开来。小些的布里达尔维瀑布呢也在美国境内，由月神岛从美国瀑布来把它隔开尼加拉瀑布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交界，由美国境内的美国瀑布和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马蹄瀑布所组成，为世界3大跨国瀑布之一。要想观赏尼加拉瀑布的全景，非得来到加拿大，其中又以高耸的旅游塔 Skyline Tower视野是最好的从高空俯瞰壮观的尼加拉瀑布，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有没有看到很多国家都有360度景观的旅游塔 Skyline Tower 或许不是高度最高，却以壮丽的自然美景取胜，不同于一般的城市景观我觉得是目前我参观过的旅游塔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和其他的旅游塔相同餐点总是很难胜过美景。不过呢，这里提供的西式套餐，从餐前的面包、沙拉、主餐到甜点，弄个美拜比起自助餐的形式感觉呢 quality 也好很多或许能好好的享受眼前的美景也加分不少哦。切的很努力。